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號，今天是星期二，每週二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喜歡聽故事的同學，今天一定要來上課。好，那麼當然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老師的直播課。你也可以成為我的會員，成為我的會員呢，可以得到很多教學的資源，還有學習的資源，當然還可以看到老師寫的原創小說。如果你喜歡看中文的故事，歡迎你們加入我的會員。好，那麼Hello 白蘭，還有秀珍，還有佩霞、裴靜、林子，還有蘭墨。好，歡迎大家，記得要幫我點讚哦。好，那麼今天要講的一則故事呢，是非常有意思，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則民間故事哦，叫做Hello 春嬌你好，彭祖與八仙。彭祖與八仙，好，八仙哦是這個算是華人耳熟能詳的神仙的名字八仙當然有8位神仙，每一位神仙的穿着都很有特色，都很奇特，所以這個八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神仙而且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八仙，你可以去查一下八仙是哪8位神仙那八仙有很多的故事，民間故事非常的有意思。今天老師就分享一則關於八仙的故事，叫做彭祖與八仙。尼克的頭髮說，為什麼台灣的垃圾桶那麼少？我也覺得很奇怪耶，可能因為如果你垃圾桶多的話，需要人力來清理，但是台灣沒有那麼多，台灣的政府或者是這個地方機關沒有這麼多的人力來清理這些垃圾，所以台灣的垃圾桶特別少我也很不喜歡，因為我手上拿着垃圾都不曉得要丟哪裡，對不对好，不過我聽說日本的垃圾桶也很少我聽說日本的垃圾桶也很少，林子對不對？在一些觀光區旅遊區，我覺得日本的垃圾桶好像也很少好 OK 彭祖與八仙Hello 對啊林子沒錯吧日本的垃圾桶也很少，對不对Hello Charles 還有 Hardwin 歡迎 Hardwin 好 OK還有一些人我不會念你們的名謝萬明，好，謝萬明，萬明同學你好，阿翔歡迎你。好，彭祖與八仙的故事，我們開始吧。很久以前，有一個叫彭祖的年輕人 ，Hello Henny， 他家境不好，但心地善良，喜歡幫助別人。好，各位同學，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彭祖，他是個年輕人。好，什麼叫家境不好？就是他家裡很窮家境不好，你也可以說我家境不好，那我就懂你的意思了，就是你沒有錢，你很窮，家境不好。很多人家境不好，但是很努力學習，他最後改變了他的家境，他可能成功之後變成了一位有錢人家境不好，家境不好。好的，所以這個蠻好的一個表達，它不是成語但是這個表達請大家記起來。林子說在日本有很多人拿着垃圾回家，對，如果沒有垃圾桶，你就只好把垃圾帶回家了，因為你也不能隨地亂丟，對不對好，但心地善良，好，應該沒問題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表達，心地善良 kind OK， 喜歡幫助別人。好，那麼對，八仙過海很棒的故事，下次老師再講八仙過海的故事好 OK 彭祖，那麼我們接下來看彭祖發生了什麼事情。 Hello 慧君你好。有一天彭祖在山裡遇到了8個人，這8人穿着奇特，但他們趕了很遠的路，又累又渴，
好，我們發現哦，彭祖呢，他在山裡，他在幹嘛呢？他在砍柴 ，chop woods。因為他家境不好，他需要砍柴去賣錢，所以彭祖他在山上砍柴的時候遇到了8個人。這8個人的穿着奇特，穿着奇特就是他們穿的樣子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對，很好，砍柴。穿着奇特就是他的穿着跟一般人不一樣，他穿的很特別，跟我們穿的不一樣所以那穿着奇特的人，可能他是一個很特立獨行的人，很有可能他想要引起別人的注意有可能是要引起別人的注意穿着不是量詞穿着是your style, your wearing style 叫穿着 ，the way you wear your clothes 叫穿着穿着不是量詞不是量詞。好，穿着就是你穿衣服的樣子好，穿着奇特就是你穿衣服的樣子很奇怪，很奇怪好 ，OK， 那麼他们趕了很遠的路，走了很遠的路，可能他們去旅行，走了好久好遠那又累又渴，对，穿衣服的風格。好，那我們都知道彭祖他是一個樂於助人的人，所以彭祖馬上請這8個人到他們家裡休息，拿出飯菜給他們吃。彭祖真的是心地善良他馬上把這8個人請到家裡去，而且拿出飯菜。你看彭祖家境不好，所以呢他也沒有多少飯，也沒有多少菜，但是他心地善良，而且呢他對人很好，他喜歡幫助別人，所以呢他馬上拿出飯菜給這8個人吃好，8個人8人吃完以後，仔細的看着彭祖。砍柴是 chop艾云，砍柴是 chop the wood, chop the tree 叫砍柴好 OK， 8人吃完以後，仔細的看着彭祖。如果你仔細的看着一個人，你是從頭到腳打量這個人，可能你對這個人很好奇，或者你在觀察這個人從頭到腳觀察這個人，仔細的看着彭祖。你的觀察仔細的看着彭祖好，特立獨行我打給你們因為這個不是秀珍寫的。特立獨行特立獨行就是你的風格跟別人是很不一樣，而且很特別的，叫特立獨行，就是你的風格你的舉止是跟平常人不一樣的，你的風格很特殊，而且你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好，這個叫特立獨行好，那麼我們接下來看為什麼這8個人要仔細的看着彭祖好，8人之中有一位拿着拐杖的人叫鐵拐李，他問年輕人，你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嗎？彭祖搖了搖頭，我當然不知道我會活多久啊。所以這個鐵拐李是8仙裡面的其中一位，他的特色就是他拿着拐杖，他是跛腳。你們知道跛腳嗎？跛腳就是他的腳可能沒有辦法正常的行走，所以這個人叫跛腳他是跛腳。你們知道怎麼寫嗎？跛腳，他是跛腳，就是沒有辦法正常走路的人，我們叫他跛腳鐵拐李是8仙裡面的一位，那他的特色就是他拿着拐杖，因為他是個跛腳，對，跛腳好，他問年輕人，你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嗎？好奇怪的問題，對不對？一般人都不會知道自己活多久啊。他為什麼會問彭祖這個問題呢？彭祖當然不曉得自己會活多久，我們也不曉得自己會活多久。所以彭祖呢，他搖了搖頭，我不知道耶。
你為什麼問我這麼奇怪的問題呢？好 ，OK， 那麼我們往下看哦。鐵拐李告訴他：“我剛才幫你算命，你只能活到20歲。”啊，彭祖只能活到20歲。彭祖聽了很難過，因為他今年正好20。啊，我今年就要死了嗎？所以這個鐵拐李告訴他，那我們現在知道了，鐵拐李是個神仙，所以他說的話一定是真的，而不是像老人一樣走路，是因為他的腳可能殘廢或受傷，沒有辦法正常走路。好，鐵拐李告訴他，我剛才幫你算命。各位同學，在你們的國家有沒有算命這樣的事情？當然在台灣、在大陸都有。算命就是有一個人叫算命師或叫算命仙，他會幫你算，你呀今年運氣很好，你呀今年運氣很不好。算命師或算命仙哦。好，那鐵拐李剛才幫彭祖算命啊，你只能活到20歲啊。彭祖今年20歲啊。彭祖很難過，他聽了很難過，因為他今年正好20。難道他今年就要死了嗎？難道他今年就要死了嗎？ Tarot 是什麼？我查一下好不好？ Tarot T-A-R-O-T 這是什麼意思？塔羅塔羅牌打給你們看。塔羅牌是西方的一種，算是算命、算運氣的方式吧。塔羅，簡體字，塔羅牌，塔羅牌。有人說泰國，佩霞說泰國有很多算命師，印尼也有算命師哦。对，塔羅牌好，塔羅牌。好，那。這個當然，我們這個是故事哦。正常來說，我們也不需要太迷信啊，我們不要太迷信。有時候算命師說的話不一定是真的啊，所以我們不能太迷信啊。好，那麼彭祖呢，聽了很難過，難道他今年就要死掉了嗎？好，我們繼續往下看這個故事哦。好，其實這8個穿着奇特的人是天上的神仙。叫八仙。好，這個雅玲說，在印度也有算命的文化哦，真的啊？印度算命的方式應該跟這個東南亞或跟台灣、跟香港、跟大陸很不一樣哦。好，這8個穿着奇特的人是天上的神仙，叫八仙。他們有8個人，其實這8個人都是神仙，他們法力高強。好，法力高強呢是一個成語哦，就是他們的這個 powerful magic， 法力高強。好，那表示這8個神仙呢是很厲害的、很棒的神仙，他们法力高強。They have strong magic 啊。好，那各位同學，所以他們當然可以算得出來，彭祖沒有辦法活太久，他只能活到80歲。好，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我們繼續往下看。對，法術很強，很棒，法術很強。鐵拐李對其他7位仙人說：“這年輕人心地善良，我們應該幫助他。”好，因為剛剛彭祖呢幫助了八仙，他們請八仙到他家裡，然後給八仙飯菜吃，然後讓他們休息。所以鐵拐李跟其他7位神仙覺得，這個彭祖是一個好人，心地善良的好人，所以他們也想要幫助彭祖啊。所以鐵拐李對其他7位仙人，好，仙人就是神仙的意思啊，仙人就是神仙。這年輕人心地善良，我們應該幫助他。好，所以八仙決定要幫助彭祖。
彭祖只能活到20歲，就是活到今年。那八仙要怎麼幫助他呢？八仙要用什麼方法來幫助彭祖呢？我們來看一下。於是八仙一個接着一個伸手摸了彭祖的額頭，像我這樣伸手摸了彭祖的額頭，每個人送給他100年的壽命。彭祖跪下來磕頭，感謝八仙。八仙法力高強，所以他可以送給人100年的壽命。那各位同學，你們算一下，一個人送他100年的壽命，那8個人，彭祖可以得到多少年的壽命呢？你們算一下，你們數學好不好？好，八仙一個接着一個伸手摸了彭祖的額頭，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每個人摸一下，彭祖就多活100年，他就多了100年的壽命。那麼各位同學，八仙總共有8個人，所以彭祖能夠得到多少年的壽命呢？800年的壽命，答對了，你們數學很好。一個人送他100年的壽命，那麼8個人就是800年的壽命，所以彭祖可以活到800歲，820歲，對不對？因為他今年20歲，所以他可以活到820歲。我的天哪，可以活這麼久，到底是幸還是不幸呢？這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呢？那彭祖跪下來，磕頭感謝八仙。八仙救了他，因為他只能活到今年，但是被八仙摸了额頭之後，他可以活800年。活太長了吧，听起來有點可怕，对不对？好像妖怪一樣，太長了。我覺得我不要活到800歲，我能夠活到80歲就不錯了。對啊，活太久可能是壞事哦。我覺得能夠活到80歲就很棒了啊，不要活到800歲，好累哦。好，這句我再念一次：彭祖跪下來彭祖跪下來磕頭，感謝八仙。跪下跟鞠躬當然不一樣，鞠躬是這樣，鞠躬你是彎腰，彎腰這樣鞠躬，跟跪下不一樣。跪下是你雙膝彎曲，着地，這個叫跪下，這是你的腳，跪下。鞠躬是這樣，像日本人有沒有？日本人他們都會90度鞠躬，表示禮貌，跟你敬禮鞠躬，好的。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哈。當彭祖抬起頭時，八仙已經消失不見了。從那以後，彭祖更加珍惜生命，常常幫助身邊的人。所以各位同學，彭祖他本來20歲就要死了，但是八仙送給他800年的壽命，所以他特別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呢，他常常幫助別人。他利用自己的時間，像你們也是利用自己的時間來學習，彭祖也是，因為呢，他覺得他這個800歲的壽命得之不易，就是很不容易才得到的，所以他更加的珍惜生命，而且他常常去幫助別人，好，得之不易好，但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沒有這麼簡單，對不對？一定會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會發生，所以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這個故事呢，發生了一件事情，我們繼續往下看啊。好，800年後，哇，時間過得很快，800年過去了。這件事情被地府的閻王發現了，閻王打開生死簿，彭祖，你早該死了，為什麼你還活着呢？閻王打開生死簿，
那在中國的這個神話故事裡面，《生死簿》是一本書，這本書記錄着每個人什麼時候出生，什麼時候死亡啊，這個是中國神話裡面的很有意思的一種故事。那各位同學，在中國的神話故事裡，地府就是像地獄那樣的我們中文會說18層地獄，對不對？地府就是陰間，就是鬼死人會待的地方叫地府，就是 underworld 或者是 hell hell 我們也可以翻譯成地獄像西方有天堂跟地獄，但是在中國的神話裡是天庭跟地府或者是陽間跟陰間好，那掌管地府掌管陰間的人就是閻王，你也可以叫他閻羅王。好，誰幫我打一下？就是 King of Hell King of the Hell 閻王或閻羅王所以地府其實就是 underworld 好的，這個中文的表達很特別地府就是陰間，就是 underworld like world of hell 好，那麼閻王就是掌管地府的人，你也可以叫他閻羅王。好，閻王打開生死簿，我剛剛說過，在中國的神話裡面，生死簿這本書記載着每一個人出生跟死亡的日期，所以当閻王打開生死簿之後，他發現彭祖這個人早就應該死了，為什麼現在還活着呢？而且還多活了800年，不行，絕對不可以發生這種事情，絕對不可以發生這種事情艾雲鐵拐李為什麼不能治好他自己的腳呢？艾雲，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一個民間故事，非常有意思的民間故事以後有機會再告訴你們，其實鐵拐李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好，生死簿，我們說生死簿，不要說生死書，不可以說生死書我們說生死簿，這個是一個固定的神話裡面固定的表達，請不要說生死書，你要說生死簿，生死簿要記得生死簿。好，那麼我們繼續往下看，那麼閻王會採取什麼行動呢？他現在發現了彭祖怎麼還沒有死，而且多活了800年，所以閻王決定要採取行動，他要去找彭祖，好，閻王馬上派了2個小鬼，好，給你們看一下小鬼小鬼長得是這個樣子，陰間的小鬼，那他們的工作就是把死人抓來地獄，抓來地府早就該死的人不可以在人間活着，要把他抓來地府，所以這2個是小鬼好，閻王馬上派了2個小鬼去尋找彭祖，但是2個小鬼找了很久，卻一直找不到彭祖。你們覺得為什麼小鬼找不到彭祖呢？小鬼為什麼找不到彭祖？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八仙的法力很強，法力高強，所以小鬼沒有辦法找到彭祖。八仙的法力很強，所以小鬼尋找不到彭祖，所以2個小鬼就很煩惱，怎麼辦呢？閻王給我這個任務，但是我沒有辦法達成，我應該怎麼辦呢？好，所以呢，2個小鬼就商量，我們應該要想出一個好辦法，才可以找到彭祖對不对？好，我們繼續看一下。最後，2個小鬼想出了一個好主意。2個小鬼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來到河邊，拿出一塊木炭。好，黑炭，你們知道什麼叫黑炭嗎？就是我們會拿來燒，然後可以以前的人會拿黑炭或者我們叫它木炭拿來燒，可以用來煮飯。
以前的人會燒黑炭或木炭來煮飯。那黑炭跟木炭它的顏色是黑的，它的顏色本來就是黑的啊，所以你可以叫它木炭或者是黑炭哦。好，两個小鬼拿出一塊黑炭，不停的在水裡洗黑炭。你們覺得洗得白嗎？洗得乾淨嗎？洗不乾淨，對不對？因為黑炭本來就是黑色的，你再怎麼洗也不會變成白色的，它本來的顏色是黑的，你怎麼洗也不可能把它洗成白色的，對不對？煤炭，對，也可以說煤炭啊，煤炭。你們覺得不可能的事情，對不对？他們怎麼那麼傻？怎麼會在河邊去洗木炭，想要把木炭洗白呢？太奇怪了吧？但是這個其實啊，是這兩個小鬼想出來的一個好主意啊。我們往下看，附近的村民覺得很奇怪，附近的村民啊，全部來圍觀。你們知道圍觀嗎？就是都圍在他們旁邊看，叫圍觀。附近的村民啊，覺得很奇怪，全部都過來圍觀。誒，他們問這兩個小鬼，你們為什麼要洗黑炭呢？小鬼回答，我們要把黑炭洗成白色的呀。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聽到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說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中文可以說天方夜譚，不可能發生嘛？怎麼可能把黑色的木炭洗成白色的木炭呢？所以這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附近的村民啊，就哈哈哈嘲笑這兩個小鬼，你們怎麼在做這種蠢事，做這種傻事呢？你們太笨了吧？木炭怎麼可能洗成白色的呢？你們有病啊？你們是神經病嗎？好，對，天方夜譚，非常好，佩霞，天方夜譚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這件事是天方夜譚嗎？怎麼可能把木炭洗成白色的呢？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小鬼他們怎麼做。這時彭祖剛好路過，聽到小鬼的話，就笑着說，黑炭怎麼可能洗白呢？你們在開玩笑吧？這個根本是天方夜譚吶！好，彭祖剛好路過，他聽到小鬼說的話，他就笑着說，黑炭怎麼可能洗白呢？好，我們繼續往下看。彭祖說，我都已經活了800年了，還沒有聽過這種事情啊。他自己承認他活了800年了，對不对？彭祖說，我都已經活了800年了，還沒有聽過這種事啊，怎麼可能把木炭洗成白色的呢？你們在開玩笑吧？你們有病啊！好，這個時候小鬼就知道啊，你就是彭祖，你自己承認了，你活了800年，那麼你當然就是彭祖了。好，這個時候八仙的法力就沒了，因為彭祖自己承認自己800歲了，所以八仙的法力就消失了。2個聰明的小鬼終於找到了彭祖，於是就把他帶回地府了。所以彭祖就是這樣子死掉的，這樣子被小鬼帶去了地府的。好，那這個就是彭祖跟八仙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哦。我小时候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太有意思了哦。這2個小鬼也很聰明，八仙呢也很棒，送給彭祖壽命。哇，那個感覺太有創意的故事，我好喜歡這則故事。我小時候特別愛這則故事哦。好，那麼故事到此就結束了啊。我們來看一下3個問題。問題1，鐵拐李告訴彭祖，他只能活到多少歲？這題很簡單，請你們告訴我答案。
鐵拐李是八仙當中其中一位，他的特色就是他拿着一個拐杖走路，因為他是個跛腳他走路不方便，他是個殘廢，所以他會這樣一拐一拐的走路這是鐵拐李，很好，20歲，非常好彭祖只能活到20歲。好，我們來看第二題。問題2，八仙每個人送給彭祖多少年的壽命？八仙每人送給彭祖多少年的壽命？好，這題很簡單，對不對？好，那八仙怎麼做？怎麼樣施展他們的法術呢？他們一個接着一個伸手去摸彭祖的額頭，這個地方是額頭，一個接着一個去伸手摸彭祖的額頭，所以每個人答對了，送給他100年的壽命，每一個神仙送給他100年的壽命，所以他可以得到800年的壽命。所以各位同學，在中國這個文化中如果你要告訴大家長壽的代表是什麼，長壽的代表是什麼，代表人物是誰，我們都會說是彭祖，因為他活了800歲。雖然他是個虛構的人物，但是呢，如果你要問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文化裡面，長壽的代表人物是誰，我們都會告訴你是彭祖。彭祖去地獄了嗎？彭祖不是特別善良的人嗎？對，可是他要去地獄接受閻王的審判，對不對？所以正常人都會到地府去接受一個審判。那如果你是好人，你要經過这個很複雜，這個中國這個地府的這個架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但是很複雜的，有18層地獄，有奈何橋，有孟婆湯，這些東西講不完，有機會老師告訴你們有關於地府的故事好了。好，所以各位同學，他總共有800年的壽命。好，問題3，兩個小鬼最後是怎麼找到彭祖的？結果彭祖的命怎麼辦？他就沒有了，因為他被閻王找到了，他就死了。應該就是會投胎轉世吧，會輪迴。我們上一次說到輪迴，對不對？彭祖就會去投胎轉世，會有輪迴。好，兩個小鬼最後是怎麼找到彭祖的呢？因為彭祖有八仙的法力保護他，所以小鬼找不到他。所以小鬼想了一個好辦法，對不對？這個方法很好。就是只要彭祖自己承認他是彭祖，八仙的法力就會消失了。秀珍說在河裡洗黑炭，對，這個聰明的方法是什麼？就是在河裡洗黑炭，然後告訴所有的村民說，我們想把黑炭洗成白色的，那大家就會圍觀，這麼多人圍觀，裡面一定會有彭祖，那麼他們就可以找到彭祖了，用天方夜譚的方法。好，所以各位同學，兩個小鬼還蠻聰明的，對不對？但是這是閻王給他們的任務，他們算是使命必達，達成了閻王給他們的任務，他們是使命必達，閻王給他們的任務，他們一定要做到，要達到這個要完成這個任務，所以這個叫使命必達。好 ，OK。好，那麼今天的故事你們喜歡嗎？我個人是很喜歡這則故事的哦。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這兒，我們來念一下今天的詞彙。好，跟我念2遍好嗎？拐杖 ，stick， 拐杖。好，算命，好，再來壽命，好，再來額頭，好，再來黑炭，
你也可以說木炭，我覺得木炭也很多人用這樣的表達哦，木炭也可以，木頭的木，木炭，黑炭，再來磕頭，磕頭啊，磕頭，磕頭，剛剛還學了一個跪下，對不對？跪下 ，kneel down， 跪下，跪下，活性炭，對，好 ，OK，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這兒。我們禮拜四再繼續學習 HSK 的詞彙。你們對這則故事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直播課後留言告訴我。那當然，我們人的壽命是有限的，總有一天我們都會死亡。所以老師希望通過這個故事來告訴你們，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們要多多的學習，有機會能夠幫助別人也很好。那麼你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這更代表着我們要更努力的生活，更努力的、更有意義的活着啊！所以不要浪費時間，不要虛度光陰，所以珍惜你的生命，珍惜你的時間。好，我們禮拜四見，拜拜。